今天是周末，我去上班了，然后怂带在家里休息。中午回来他就给我做好饭了，现在先吃饭吧。2024年房地产进入决战时刻，这2天成都一楼盘因为降价事件被推上了热搜。据澎湃新闻报道，今年4月以来，成都部分网民通过问政四川投诉自己所在的楼盘房产商恶意降价，导致自己把一生的积蓄都亏了进去。有网民表示，自己是2023年下半年在双流区越秀西岳府买的房，买的时候单价是2.4万，可是房产商近期不顾监管部门的要求，通过供底房的说法恶意降价，房价直接从2.4万降到了1.7万，严重损害了老业主的利益。希望有关部门严查，房产商可以帮助老业主退差价或者退房。去年买2.4万元，现在买1.7万元，每平米足足降了7000元。一套房半年降价70万，直接跌走了1/3，跌没了首付。客观来说，这事放在谁身上都不爽，都有可能和这些业主一样采取相似的动作，但同情归同情，按照市场逻辑并没有什么理由可讲。你买贵了，难道就不允许别人买便宜吗？要是当初买的房现在涨价了，是不是要把差价补上呢？所以无论是业主还是监管机构，都应该尊重市场，尊重市场合法合规的正常自行涨跌。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就说过，如果现在一定要买房，就应该做好承受下跌的心理准备，这是认知去年的市场。如果你还想着买了就能上涨，那是自己的认知出了错误，首付跌没了，就是为自己的认知错误买单。成都双流区住建局的回应也表示，商品房的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，实行的是一房一价销售方案，在不高于公示价的前提下，每套房的价格由购房人和房产商协商议定。看到了吗？不准卖高价，但可以降价。所以这些老业主的投诉完全是无用的。同样是在成都，此前就有类似的举报，有网民向住建局反映，自己是2023年4月购买的保利宜新合颂，购买单价是2.29万元，而房产商恶意降价，通过供底房的方式销售，最低售价达到了1.4万元，给老业主造成经济损失。而住建局给出的回复跟上一个几乎一模一样，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不要怪市场，不要怪房产商。你以为房产商不想涨价吗？房产商之所以降价卖房，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市场太冷了，不得不降价促销。成都算是比较能扛的城市，从2021年中开始，中国楼市进入了调整周期当中，但成都依旧火热。2022年成都二手房成交量在当年创下了历史新高，新房和二手房价格更是持续上涨。年中成都的商品房成交量登上了楼市第一城宝座。2023年年末，成都新房成交量14.75万套，位居内地第一；二手房成交量21.99万套，位居内地第一。直到去年，成都才开始转向。成都市统计局数据，2023年成都商品房销售面积204万平方米，同比下降3.9%。房价方面，成都新房从去年11月份开始转向下跌，二手房则从去年7月份开始下跌。进入2024年，在中国大势影响下，成都跌势在加快。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，成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30.7%。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2.9%，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下降29.1%。2024年1到4月份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.6%，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下降8.5%，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33.6%，二手房同样如此。科尔瑞四川数据显示，一季度成都二手房成交了37
376套同比下跌了34%，而且套均成交周期都在大半年。房价方面，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，4月份新房环比下跌0.3%，同比上涨1.4%。同比显示上涨是因为成都新房价格去年11月份才开始转跌，二手房价格3月份环比下跌0.8%，同比下跌5.7%。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与市场真实的体感其实存在很大差别。从机构披露的数据来看，成都的房价跌幅显然没有这么温柔。诸葛找房披露，当下成都的挂牌二手房调价房源中，90%在降价出让。科尔瑞四川数据显示，3月成都中心城区二手房成交均价为1.45万元。跌回2019年1月水平。从各板块来看，跌幅最大的是科学城板块。数据显示，科学城目前二手房均价17477元，相较于2020年的30258元，下跌了42%，直接从3字头跌入了1字头。相比于2020年，二环内的东客站均价跌破了2万。柳林、郫都、老城等区域都跌破了1万，量价齐跌的市场，房产商如何坚守价格呢？所以降价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，这如果都要投诉政府，根本应付不过来。看看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商品房成交数据，就能明白当下的市场是个什么情况。1到4月份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0.2%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8.3%。进入2024年，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在连续2年调整的情况下，再次迎来了大跳水。从上面的走势图可以看到，去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跌了8.5%，销售额下跌了6.5%。而今年前2个月跌幅直接达到了2位数，一季度销售面积跌幅19.4%，销售额跌幅27.6%，前4个月销售面积下跌了20%，销售额下跌了28.3%，跌幅比一季度扩大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年前4个月的销售面积相较于去年前4个月跌去了超1/5，销售额跌去了超1/4。说白了，开发商现在降价其实是顺势而为而已。所谓的放开限购、降低首付、降低利率，都是想着多卖房，实现软着陆而已，也就是让房价跌得慢一些，无法扭转下跌趋势。所以在放开限购后，成都的新房在5一期间步调一致，开启降价促销揽客模式。84%的新盘推出了特价房，60%的新盘推出了优惠。因为不降价，只能砸在自己手中。最后我再次强调一下，对于当下买房卖房第一高位站岗的炒房客，能现在卖掉不要拖，越拖亏损越大。已经赚到甜头的炒房客应该见好就收，否则当初凭运气赚到的钱，未来会凭本事全都吐出来。第二，至于只有1套房的中产家庭，未来要做的是尽一切可能降低刚性债务，收缩家庭的债务表。第三，买房方面没有硬需求，没有急需求，尤其是买房需要加杠杆的人群可以推迟。第四，对于有自住、小孩上学、结婚需求的硬刚需来说，挑到好的房子，如果收入能够负担得起，又特别想买，可以买，但需要做好承受房价下跌的心理准备。